大家好，这两天美联储主席沃什要上台了，这股市好像看起来有点不稳了，这是要大跌了吗？不要怕，川普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这几天他刚说了，股市要涨到天上去。而且5月14日，川普还公开了自己的股票操作清单，叫做 OJE Form 278T， 非常重要。我后面会结合现在的市场情况，详细分析一下接下来的投资方向。股票不能乱买，跟着川普总统走，你不会错。先声明，本影片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现在有很多反川普的人，觉得他说什么都是错的。你可以讨厌一个当上总统的亿万富翁，但是你千万不能怀疑一个当上总统亿万富翁的眼光。刚过去的5月12日，川普接受记者采访，讨论伊朗战争、油价、通胀对经济的影响。接着川普就说，这场战争一结束，而且不会太久，你会看到油价下跌，股市会冲破天花板。这句话信息量太大了，不会太久，然后股市冲破天花板。川普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特别喜欢智商高的、赚过大钱的人一起共事。他骂别人的时候经常说这个人是 low IQ 低智商。以前还说过一句话 I want people that made a fortune， 意思是我想要那些赚过大钱的人。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研究川普说话的深意，他不是随便说说的。我研究了川普2个任期4次喊单的记录，发现如果你每次跟着他的信号买股票，现在已经是可以财富自由了。未来3年，这是我们一代人最大的机会。打工族还有我们现在看影片的学生族们，我建议大家赶紧提高自己的月薪，做点网上副业，增加自己的现金流，坚持每个月定期投资美股。所以作为普通投资者，你要财富自由，现在人生最大的财务目标之一就是利用现在的 AI 创造持续的现金流。我最近看了几个 AI 案例，都超赚的钱。有一个就是在谷歌地图里面寻找各种商家，研究他们的产品，之后用 Cloud Code 一键生成漂亮的网页，再给这些商店老板打电话发邮件，说我给你做了一个网站，800美元，你要不要？老板一看，哎呦不错，10个里面就有2个成交。美国人出价非常高，1块钱的东西你能卖100块，这个就叫做知识套利。所以要获得更高的现金流，你一定要跳出你现在的圈子，提高你的英语口说，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投资自己的英文能力才是最重要的。高效学英语，我推荐 Elsa Speak， 效果特别好。谷歌投资的 Elsa Speak 全球超过9000万次下载。这款 APP 就像你的专属英语口说教练，会根据你的口音、职业、英语水平，帮你量身打造专属学习计划。打开就有针对你的弱项课程，文法、词汇、发音全都有，任何发音不对如何改，中英文都有解释，一目了然。Landmark。我每次遇到商务会议、跟客户谈订单，甚至之前的海外面试，我都会用里面的 AI 角色扮演练习很多次。我还能创造任何情景，重点是 AI 会逐句反馈，立刻教你最地道的说法。对话结束后，还会生成一份针对发音、文法和用词的详细中英文分析报告。这对于想高效练好英文口说的人来说，简直是训练神器。Start with, for next year, I want to focus on improving my fitness and starting a side project. How should I break these goals into actionable steps? For fitness, I'm planning to work out 3 times a week and focus on strength training. For my side project, I'm planning to start a new YouTube channel. For fitness, start with weekly workout goals. For the side project, maybe break it into research and then execution phases. 如果你用英文做简报或会议发言就紧张，现在不用怕，试试 APP 内建的语音分析器功能。只要录下任何口说内容，它就会详细分析你的发音、流畅度、语调，并提供具体建议。如果你在准备考试，也有大量拟真的雅思模拟测验，可以练习，拿到详细回馈，甚至能立刻看到预测分数，绝对是专业人士的秘密武器。英语是你工作创业、提升现金流的最大工具。现在终身版方案正在限时大特价，一次购买就可以终身使用，不用再付月费。尤其是最受欢迎的 Premium 方案，可以解锁上面提到的所有功能。现在就是入手的最佳时机，点击资讯栏和置顶留言的专属链接，在结账页输入优惠码 NICK 就可以获得超级折扣。在 AI 时代抢先机，我们一起学英文吧！感谢大家，学英语真的是非常重要。从历史上看，川普2个任期一共4次喊单。第一任期18年12月25日，当时是贸易战加加息恐慌，标普在最后一个季度大跌 14%。这时候川普说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买入机会。1年之后，标普涨了 30.5%， 标普涨 30%， 科技的成长股之类的估计都涨翻倍了。第二次是2020年的疫情，标普暴跌了 33%， 川普就说现在的股市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之后大家也知道了暴涨回去。在第二任期里，25年4月9日，川普对全球征税，股市暴跌，美股刚开盘了1个小时，川普就发文 This is a great time to buy，
这是一个绝佳的买入机会。4个小时后，他官宣对大多数国家暂停对等关税90天。那天，标普500跳涨 9.5%， 纳斯达克暴涨接近 12%， 这个是2008年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1年后，股市暴涨了 23.9%。第4次就是25年的5月8日，大家都在怀疑川普怎么可以对全球征税，太疯狂了。这天，川普和英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就说了一句话 You better go out and buy stock now. Let me tell you, this You better country go out will- to buy stock will be now. like a rocket 你 ship. 最好赶紧去买股票，整个国家会像火箭一样直冲云霄。之后大家也知道了，美股上涨了 30.5%。所以现在股市涨这么高了，川普说不会太久，这场战争就会结束，你会看到油价下跌，股市冲破天花板啊！你敢不敢买？别人喊单的时候我们不要盲目不加思考的直接就看喊买入，我们要先研究一下川普的逻辑。川普的目标很简单，降低利率，给美国公司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增加就业率把美股推高。2026年调查的数据，股票占美国家庭总资产的 32.96%， 金额高达 195.21万亿美元。更不要说美国的养老金和其他的机构持仓。总统如果不把这个股票拉上去，他就要下台。但是现在川普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周就出现了，还非常严重，就是通胀问题。现在美国30年的国债利率突破了 5%， 马上就要突破23年的最高点。日本10年期的国债利率也是天天的往上涨。无风险这个利率提高，股票就会下跌，这个是股票估值模型规定的。只要国债收益率的这个数字往上走其他的量化大模型都会根据这个数字马上调整自己的持仓，自动全部都卖出了。这2天大家也能感受到成长股美光、SNDK、英特尔都在跌，韩国、台湾股市也开始震荡。最近跌一下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涨得实在是太快了。再加上最近的美联储主席下周就要上任了，加息降息都不确定，股市会不会出现一次大回调？现在大家都在看。我以前也分析过这个美联储主席上台10次有9次大跌，但是每一次跌都会大涨回去，而且涨得比以前还要更高。现在的下跌，一切的症结除了沃什政策不明朗外，第二个就是这个原油价格。只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原油价格都会大幅下降，通胀、美债的这个收益率就会迅速下降。我就说这些数字一下降，自动交易的量化模型马上就把这个股市给推上去了。就像川普说的，涨到天上去。但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会不会像川普说的很快不知道。这次川普去中国，会不会和中国有交易，让中国放弃伊朗的石油，以后都买美国石油，这样就可以孤立伊朗，逼迫伊朗投降？这个川普没有说，但是方向肯定是对的。战争总会结束，海峡一定会开放，油价一定会大跌。但那一天就是川普说的股市涨到天上去的日子。所以这个时候无论新手还是老手都要考虑一下，你手里的现金和股票的仓位如何平衡现在突然下跌的可能，还有如何平衡未来如果1个月、3个月之后、半年后海峡突然开放，这个股市暴涨的机会，你如何在里面这么平衡现在空仓你就放弃了战争结束暴涨的机会，而你现在全仓，如果美联储主席真的出来什么鹰派加息的言论，股市一下暴跌了，那你就没有更多补仓的机会了。所以这个未来这个股市都是量子物理，涨和跌都是可能性同时存在。你如何操作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川普的仓位了。最近川普公开了他第1季度股票操作记录，这个操作记录只是川普申报的买入和卖出的清单，没有价格，没有最后的仓位，只能从他买入跟卖出的金额来推断。2026年第1季度估算川普是买入多过卖出，比数是2:1，买入占卖出的2倍，预计总交易金额是 4.5 亿美元上下。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他到底卖出了什么，主要是微软、亚马逊、Meta， 这个是大头。巨头中我看好第一个是谷歌，亚马逊是第2，微软跟 Meta 暂时还不看好，还没有启动。所以川普也是一样的想法，卖了。特斯拉和 Palantir 他也有少量的卖出。重要的是他还卖出了稳健投资者的最爱，就是分红的 ETF， 还有标普500 ETF。 为什么？因为4月份就要签署停战协议了，股市会暴涨1个月。在暴涨之前，川普就卖出了这个稳健的 ETF， 买入了弹性大的个股。
我们再看一下川普买入的前10大股票啊，这个就是方向。川普买入最多的板块就是 AI 半导体和服务器硬件，包括英伟达、博通、AMD、英特尔、SNDK， 这些我都讲过，一定是核心仓位。Lam Research 是最强的晶圆制造商之一，今年也涨了 47%。 接着七巨头要投资 AI 基础设施，必须选择戴尔和超微电脑建造数据中心，但是这2个都不是我的自选股，因为他们要造数据中心啊，这些服务器他们必须采购大量的 GPU 跟 CPU 存储，还有什么光模块啊，他们的成本会特别的高，毛利率就会下降，所以这几个我就是没有选到我的自选股。接下来川普的投资还比较分散，还买了软件、金融、国防、加密、黄金、消费等等板块。整体来看，除了软件之类，它的10大交易股收益都是还是不错的。第一季度 AI 芯片制造的板块是表现最好的，而且川普还买了一个大家都没有讨论，但是一直在悄悄买入的王牌，就是 GSG 标普高盛大宗商品 ETF，3个月涨了 45%。川普买了355万美元，年费是 0.75。它这个 ETF 是投资一揽子商品期货指数的，包括石油、金属、农产品、金银、牛猪等等的。这个 ETF 在战争、通胀上涨冲突加剧、美元走弱，还有这个大宗商品价格上升的时候的，它都会涨得非常好。它是一个经济周期的对冲工具大家注意，它不是长期投资的标的。通胀结束的时候这个就跌回去了。大家可以把它加入自选股，当做一个综合的看通胀、看地缘政治的指标来观察。川普的2026年 Q1 持仓的2条核心线索就是第一 AI 硬件加半导体周期是他真金白银压的最大的单所以如果跌了我们也不要停跌了就要买。第2条线就是他也压住了大宗商品通胀的这个隐藏的第2条主线，川普也拿出一部分资金在压这个商品。但是如果战争结束了以后呢，这个川普说不定就清仓了，这个要小心。作为配置的话，拿出一部分资金对冲通胀也是一个方向。我现在的策略就是一边上涨一边割出利润，现在已经割出了 20% 左右的利润就等一次大跌，跌了我使劲补。注意如果大盘小跌千万不要着急，不要这个今天跌了明天跌了你就一下买入了，要等到那种连续的急跌，恐慌指数达到极度恐惧VIX 暴涨40左右，然后呢我做影片喊大家赶紧来买的时候呢，这个留言区有大量的酸民来喷我这个时候大家再大批的加仓，否则就可以买一些小仓位试一下定投也不用停。谷歌、亚马逊、英伟达、博通、AVGO、AMD 这些核心资产大家一定要拿住。苹果大家要看一下这个会不会有新的 AI 的发展，它可能会有爆发。第2层呢，大家一定要看这个芯片制造和封装，台积电、英特尔、日月光，存储就是 MU、SNDK， 他们还是有投资机会的。等到所有的芯片都到了，大家一定会发现他们需要更高的高速网络。这2天有个财报非常重要，就是思科的财报，这个一下就证实了，现在数据中心非常需要的一个事情就是高速的网络连接，而且美国现在全国的这个网络也在更新换代，以后这些数据中心的网络都要用光纤把各种的工厂、银行全部都连起来这个就是要更新换代了。思科、诺基亚、CENA 全都是机会。后面还有一些光模块、能源基建的内容，我下周一再给大家更新。有朋友还给我留言，核能、太空、机器人、量子计算机能不能布局？大家要分清主线任务跟支线任务。现在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支线任务，你也可以布局，但是要知道，现在布局可能爆发会比较慢一点，你可以提前的布局，但是一定要耐心，要等一等。核能肯定是布局的，但是美国现在的国家有一些政策正在排除障碍，如果这些政策障碍给解除了，这个核能就要爆发了。太空板块是跟着 SpaceX 热度出来的，波动率非常大，再追高可能就更高了。所以我现在就是等着 SpaceX 上市的时候分批买入 SpaceX， 买这个主力。量子计算机有4只领先的公司我只买了一点点非常少的一点点，我就放着看着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机器人板块我还没有布局，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机器人要上街，
它是不是要芯片，要不要内存，要不要超高速的网络连接？如果要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先投资 AI 的基建这个主线任务。等 AI 发展的差不多到位了，这个算力芯链都差不多足了，这个应用层机器人才会爆发。这个时候像特斯拉量子计算机可能有更大的这个机会。你可以放一点资金放在里面，但是一定要有耐心，耐得住寂寞啊。好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请继续给我留言，我会继续给大家做节目解答。大家别忘下载 Elsa Speak， 学好英语走向世界，看更多的一手美股资讯，赚大钱。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